高敏感的人并不是想太多，而是思考的角度太窄。今天我们聊聊高敏感群体常常被贴上的标签，想太多。很多人会劝你别想那么多，而高敏感的人自己也常常开玩笑说，我就是瞎想，脑袋里乱七八糟的，全是些不重要的事。但其实问题并不是想得多，而是你的思路太过局限。高敏感人的思维问题不是思考量，而是方向错了。比如在社交场合，高敏感的人特别在意他人的看法，总觉得别人对自己不好，情绪低落，甚至误以为别人对他的不满是自己的错。这种思维方式总是围绕自己转，陷入我的视角，很难跳出这种局限，难以看到更广阔的世界。举个例子，如果工作中遇到一个特别不友善的同事，可能整个心情都被这件事占据，甚至下班后也无法释怀。这样一来，他们很可能忽视了周围那些友善的同事，甚至忘了生活中还有许多值得高兴的事情。另外，很多高敏感的人会把别人情绪的负面反应当成是自己的错。比如别人情绪不好时，他们很容易自责，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，但实际上那个人的情绪可能和你完全没有关系，也许对方只是生活中有自己的烦恼。高敏感的思维往往会陷入这种局限，看不到事情的全貌，也看不到自己的其他选择。高敏感人特别容易把生活中的单一事件放大，可能你和同事的小摩擦就会让你无法集中精力做其他事情，完全忽略了周围的美好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许多高敏感的人会陷入无尽的恐惧和绝望，他们可能会觉得身边的人都过得很好，自己是什么都没有。你的感知力本该让你拥有丰富生活体验，但由于恐惧和焦虑的困扰，反而被负面情绪束缚，错过了美好的事情。如何突破这种思维局限呢？首先，当你觉得自己被某件事情困扰时，提醒自己生活还有更广阔的空间等着你去探索。其次，别让小问题占据你的全部生活，试着去关注那些你忽略的美好事物，比如身边友善的同事、支持你的朋友，或者生活中的小确幸。再者，学会理解他人情绪的复杂性。当别人对你态度不好时，尝试告诉自己他也有自己的世界，他的情绪不一定跟我有关。这样他也减少无谓的内耗，将精力集中在更重要的事情上。随后，练习思维转变。刚开始，你可能会觉得很难跳出固定的思维模式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可能。多练习思维转变，让新的思维方式成为你的一部分，逐渐融入你的生活。比如，当遇到困境时，提醒自己，这个问题只是生活中的一部分，并不是全部。高敏感的人有着极强的感知力，这其实是一种天赋。如果你总是把精力放在恐惧和负面情绪上，这份天赋就会被浪费掉。因此，你需要学会释放自己，去体验更广阔、更美好的世界，而不是局限于内心的内耗和无助。记住，一个人生活的质量取决于他脑海里装的是什么。如果你把所有的空间都填满了恐惧和焦虑，那么你的生活也将充满这些情绪。而如果你学会关注更广阔的世界，美好的事物自然会到来。